一个东渡的和尚，史记中说他发现了上古神话中的扶桑国，那么他究竟去到了哪里？他又是否可能比哥伦布更早发现了美洲大陆？唐初姚思廉编撰的纪传体史书24史之一的《梁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公元499年，也就是南朝齐永元元年，荆州城里突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僧人。他所讲述的事情不仅颠覆了彼时人们的认知，更是引起了1000多年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这个僧人叫做惠生，自称从东海之外数万里之遥的扶桑国而来。你没有听错，就是上古神话中位于遥远东海之中的汤谷时日所居的那个扶桑。梁书中较为详细的记载了惠生和尚对于扶桑国的描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惠生口中那个遥远神秘的国度。据惠生所说，扶桑国位于东海之中的大汉国以东2万多里。之所以称其为扶桑，是因为那里生长了大量的扶桑木。惠生所谓的扶桑木，它的叶子像桐木，幼苗时很像竹笋，当地人可以用来食用。扶桑木的皮可以用来织布制作衣物，结出的果实很像红色的梨。很多学者认为，惠生所说的扶桑木是当时中国没有，但现在很常见的一种植物，这个我们稍后会详细说到。扶桑国没有城墙，房子都是用木板搭建而成，他们有自己的文字，所用的书写材料也都是用扶桑木的皮所制成。那里没有战争，自然也就没有武器和士兵。惠生说，那里的监狱分为南狱和北狱，轻罪的人会被关进南狱，而重罪者则被关进北狱。遇到大赦时，北狱的犯人也不会被特赦，但北狱中的男女可以婚配生子，不过生下的男孩8岁为奴，女孩9岁为婢，也就是说，一旦犯下重罪，至死都无法脱罪，甚至还会连累自己的子女。而权贵之人犯罪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会举行一种特殊的仪式，让犯罪之人坐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之内，亲友和进行审讯的人围坐在大坑旁边，与坑中的犯人一起饮酒进食，以示诀别。宣告审讯结果也很特别，是在犯人的身边撒灰，如果只撒1圈，则表示只有犯人自己受罚；如果撒了2圈，说明罪过较大，还要牵连到犯人的子孙。如果撒了3圈，那就是罪大恶极，会累积7世。所谓7世是佛教的说法，指的是这一世加上轮回的6世。遥远的扶桑国为什么会有佛教思想？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做详细解释。惠生提到扶桑国的国王被称为以奇，第1等贵族叫大对奴，第2等贵族叫小对奴，第3等贵族被称为纳铎沙。此外，惠生还详细介绍了国王的出行和服饰的规制，以及当地的动物、植物、金属冶炼以及婚丧民俗等等诸多细节。应该来说，惠生和尚的描述并没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浮夸内容，反而都是一些具体的尚能为人们所接受的细节，仿佛是一个旅行者将自己的亲身见闻娓娓道来一般。彼时人们对于地球的认知非常有限，在听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后，也仅仅把它们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可能正因为如此，惠生的讲述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巨大的轰动，只是被史家作为海外的奇闻记载了下来。然而在1000多年之后，梁书中的这段内容却引发了一场持续近200年世界范围的大争论。1752年，尘封了1200多年的扶桑故事被一个叫做德奇尼的法国汉学家从故纸堆中重新翻了出来。德奇尼在宋元时期的史书《文献通考四一考》卷327中看到了惠生讲述的内容，而文献通考中的记载就来自于梁书。德奇尼在同年12月的《学人》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惠生所说的扶桑国就是美洲大陆，也就是说，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美洲，比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间早了1000多年。1761年，德奇尼正式向法国文史研究院提出他的研究报告后，惠生的故事很快就成为了西方汉学界关注的一件大事，甚至东方包括中国的学者都陆续加入了这个问题的研究争论。200多年来，法德英意格日美和印度以及中国不断有学者发表论文和专著，他们所争论的核心只有一个：惠生是否真的是发现美洲的第一人？德奇尼之所以提出扶桑国就是美洲的观点，并引发世界范围的大讨论，当然有他的逻辑与依据。首先，因为美洲在地理位置上符合惠生对于扶桑国的描述；其次，扶桑国的一些细节在美洲也能找到不少对应的内容。最后，如果惠生的确去过美洲的话，很多美洲大陆上以前无法解释的事情都能得到一个较好的解答。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来了，扶桑木究竟是什么？美洲有一种土生土长的植物，被支持者们认为就是扶桑木，它叫龙舌兰。龙舌兰大约诞生于6000万年前，是美洲热带的原生植物，它的嫩叶在煮熟后可以食用，叶纤维可以用于制造纸张、船缆、绳索、麻袋等等，当然在远古的时候也能用来制作足以蔽体的衣物。
龙舌兰的心在出生的时候非常像竹笋，可以不经过处理直接食用，与梁书中的记载可谓毫无二致。诸君可能会说，这种低矮的尖刺状植物与我们认知中的扶桑神树几乎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请不要着急，古老的龙舌兰还需要一点时间。龙舌兰的开花周期很长，通常需要10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一次开花的过程，并且一生只开一次花。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龙舌兰的花茎非常的粗壮高大，通常可以长到6到12米，有的甚至更高。龙舌兰花在花茎上会产生多个分支，远远的看过去就像一棵长有分叉的高大树木。在梁书中，惠生说扶桑木叶似桐。在古代，桐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梧桐，而专指的是泡桐。梧桐是用另一个字梧来表达。泡桐的花呈现细长的喇叭形，陈簇的生长在一起。我们再来看龙舌兰的花，同样是一种细长的喇叭形，陈簇的生长。虽然颜色与泡桐花不同，但是外形上的确有相当的相似度。因为龙舌兰的花是长在花茎的分支上，所以远看有点像是叶子，这可能就是惠生说扶桑木叶似桐的原因所在。美洲有一种长得酷似乌鸦的鸟类，叫做吕冬。素食的吕冬常常会停在龙舌兰高大的花茎分支上休息和进食。三星堆中曾经出土过数棵青铜神树，一般被认为就是上古神话中的扶桑神树。神树的分支上一共站着9只青铜鸟，是传说中载日的金乌鸟，符合上古神话中扶桑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的记载。关于三星堆青铜神树，大脸怪曾经发布过视频详细介绍过，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主页观看。如果我们将高大花茎上停着几只吕冬的龙舌兰与三星堆中的青铜神树进行比较的话，就会惊讶地发现，它们二者不能说是神似，只能说几乎一模一样。更令人惊诧的是，吕冬的背部羽毛是乌鸦一样的纯黑色，但是它们胸脯到腹部的羽毛却是金黄色的，仿佛在暗合华夏上古神话中金乌鸟的记载。1885年，另一位法国的汉学家威宁发表了一篇名为《无名的哥伦布或惠生与阿富汗族之佛教团于5世纪发现美洲之证据》的学术文章。在其中，他又提出了不少证明扶桑国就是美洲，更准确的说是美洲墨西哥的证据。比如说，他提出古代墨西哥的确有2种监狱的区别，分为轻罪、死刑或重罪牢狱。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古代墨西哥奴隶的小孩只能为奴，男孩7岁为奴，女孩8岁为奴。这种说法与惠生的说法相差了1岁。威宁认为有可能是不同文化计算年龄的方法不同。此外，威宁提到古代墨西哥有一种所谓灰责的刑罚，与扶桑国对权贵之人的惩罚方式相同。墨西哥古代的野牛，当地野生的一种葡萄，也都与惠生的描述吻合。凡此种种，惠生所说的扶桑国似乎有点眉目了。但这还远远不够，支持扶桑美洲说的学者们又找到了一些其他的证据。玛雅人是生活在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北部古代印第安人的一族，是唯一留下文字记录和灿烂文明的美洲土著民族。梁书中，惠生所处的公元5世纪前后，正是玛雅文明从繁荣走向鼎盛的时期。公元5、6世纪时，玛雅人始建了强大的奇钦伊察城邦。奇钦是水井的意思，而伊察据说是当地的一个部落或部落首领的名字，合起来就是伊察的水井。其中的伊察与惠生所说的扶桑国王的称谓以奇在发音上似乎很接近。玛雅神话中有一个重量级的神叫做库库尔坎，也被称为羽蛇神。奇钦伊察城邦最大的一座金字塔就是库库尔坎金字塔。库库尔坎后来在墨西哥的流传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比如后来阿兹特克人称其为奎扎尔科亚特尔。在古代墨西哥流传的关于奎亚尔科亚特尔的传说中，认定这个神是外来的，说是他带来了农业、历法、天算、采矿、冶炼和宗教仪式等各种知识，并说他无妻无子，心地善良，后来离开了墨西哥，去到了西方。扶桑美洲说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个神就是惠生。作为无妻无子、劝人为善的僧人，极有可能将当时中国高度发展的生产、科技、文化以及宗教等知识带到了墨西哥。和我们华夏一样，古代玛雅人也用诸如蛇、鹿、兔、狗、猴、虎等一些动物的名字作为时间的标记。玛雅人之后的阿兹特克人，他们的历法也以12生肖作为表征，它的周期性循环以及其他的一些特征与中国旧历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曾经写下几近褪色的记录，认为《山海经》《东山经》记录的是美洲大陆的那位亨利埃特莫茨也说，玛雅传说是库库尔坎从东方来到墨西哥去了。在墨西哥峡谷、墨西哥城附近的传说是奎扎尔科亚特尔渡海向东去了，在南方，在恰帕斯和瓦荷卡则说他航向西方去了。这一切似乎很矛盾，但如果惠生是从西方来到墨西哥峡谷，
向东渡海，经康佩谢海峡到尤卡坦半岛西南角，然后经特旺特佩克地峡回到墨西哥，再离墨西哥的太平洋岸到中国去，那么这些传说就都能串联起来了。按照这些学者们的逻辑，惠申东渡到美洲大陆并周游了一圈，给当地人带去了各种知识，然后向西离开了墨西哥，回到了中国。事了拂衣去，只留下一个神一般的背影。不仅仅在墨西哥，在整个美洲范围内，扶桑美洲说的支持者们不断继续着他们令人兴奋的发现。在巴拿马的一个古代纪念碑上出现了萨基摩尔的字样，学者们认为它的含义可能是佛教的释迦摩尼。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到墨西哥的尤卡坦，有些地名都包括了一些与当地的词根和文化都毫无联系的词根，它们的发音都很接近惠申。还有一些词根发音则像佛教中的比丘或释迦。在美洲各地还有很多汉语的古代铭刻被陆续发现。1923年，墨西哥境内的古塔上发现了象形文字，彼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墨代理公使曾认出其中的日、月、氏三个字。后来，一方刻有大齐田人之魁的墓碑在墨西哥被发现。所谓大齐田人，一般指的是战国时期山东田氏齐国人。在秘鲁也发现了刻有太岁字样的古碑和武当山三个字的铜牌。类似的汉字，包括重复的在内，在美洲已经发现了多达140多个。所有的证据似乎都在告诉我们，惠申和尚曾经真的到达过这片土地，他所描绘的那个扶桑国就是美洲大陆。那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来了，茫茫太平洋东西海岸相距近2万公里，当年的惠申真的能跨越重洋，踏足美洲吗？在山东日照一块明朝的碑文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游方的和尚来到天台山时，在佛祖化身恶殍的点化之下，依靠化缘，在恶殍的坟冢旁修建起了一座寺庙。为了感念佛祖的怜悯之心，将寺庙取名为天台悯寺。那个游方的和尚叫做惠申。因为恶殍的坟冢经常出现佛光，所以天台悯寺香火旺盛。然而没有意外的故事绝不是一个好故事。公元446年，著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开始了。很快灭佛运动就殃及到了天台悯寺，为了避免充军或者被杀的命运，惠申愤然决定出海，扶桑国的奇幻之旅就此开始了。可惜的是，此后直到499年惠申回到荆州，这期间没有任何现存的文字记载。那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就出现了，凭借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国的航海技术，惠申存在到达美洲的可能性吗？据古文献资料和甲骨文的记载推测，我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稳定性较强、装载量较大的木板船，并有风帆以及可以掌握航向的船具，具备了扬帆远航的基本条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将天文学知识应用于航海，将太阳和北极星作为海上导航标志。秦汉时期造船业发达，已经能够利用季风远洋航行，天文和地理导航技术进一步提高。惠申所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造船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航海知识和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所以理论上惠申具备远洋航行的基本条件。然而在太平洋赤道两侧的洋面上，由于地球自转引力的作用，两股宽广的向西洋流常年涌动，并伴有盛行信风，木帆船是无法通过的。即使在两股洋流之间的赤道无风带，因为无规律的漩涡和上升的海水，木帆船也无法通行。因此凭借无动力的木板船自西向东直接贯穿太平洋的航行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黑潮的存在让惠申的航行出现了可能。所谓黑潮，是自菲律宾开始穿过我国台湾东部海域，沿着日本往东北，在与清朝相遇后汇入东向的北太平洋洋流。因此惠申在东海航行时，只要进入了黑潮海流，就会借之北京琉球，沿日本列岛之东北，进入北太平洋之顺时针洋流，一直向东，经过阿留申群岛以南的太平洋海域，到达北美。然后惠申可以利用加利福尼亚寒流到达墨西哥。由于北太平洋勘察加暖流，使得这条路沿途有鱼、鸟类和野果可供食用，同时沿途岛上又可取用淡水，并且自阿留申往南，岛屿与岛屿隔海相望，这样就使远洋航行实际上变成了岛屿之间连续短途航行，是哪怕只有一叶扁舟都可以完成的一条风平浪静的航线。1974年，奥地利人类学家库诺·克诺博尔以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为模型，仿造了一艘木帆船，取名太极号，从香港出发，沿着日本海岸向东北方向飘去。尽管这艘船后来被船驱完全咬穿，但依旧漂流到了阿拉斯加的沿海岸边。理论和实践都说明惠申完全存在到达美洲的可能。
那反正呢，惠申如果想要从美洲大陆回到中国，只需要进入北赤道暖流这条快车道，就可以一直向西，然后再次借助黑潮海流向北回到中国。说到了这里，扶桑国的故事似乎就要盖棺定论了。但是各位看官请别着急，反对者也在其中找到了重重的疑点。正史中关于惠申和扶桑国的记载最早见于梁书《朱夷列传》，以后正史中的记载如《南史夷墨传》、通典东夷、通志四夷传、文献通考四夷考中的相关内容都是来自于梁书，所以看似相关的记载很多，但实际上却只有一个。正所谓孤立不立，惠申回到荆州是南齐永元元年的事，但完整记载南齐23年历史的南齐书上却没有这件事的记载。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就是南齐人，惠申回到荆州的那年他12岁，是与惠申同时代的人。作为一位史学家，对于发生在同时代的大事应该是了如指掌，但萧子显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写进史书中呢？可能性无外乎两个，一是这件事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二是萧子显知道但并不相信。其实扶桑美洲说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漏洞。惠申说扶桑国车有马车、牛车、鹿车，但是在5世纪的美洲大陆上，即使拥有高度文明的玛雅人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一种动物，也没有发明过轮子，更不用说马车、牛车和鹿车了。前面介绍过，扶桑木极有可能就是龙舌兰，相似度也较高，但并非无懈可击。惠申说扶桑木实如梨而赤，它的果实长得像红色的梨子，这一点龙舌兰并不符合。惠申说扶桑国的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对卢其实是朝鲜半岛高句丽国官员的一种称谓。惠申又说扶桑国做板屋，然而根据考古证实，古代中美洲人包括玛雅人住的是土坯草顶的房屋，并不是用木板搭建的房屋。此外，惠申从美洲返回中国也存在较大的疑问。知识者们认为惠申是在公元458年离开了中国，也就是在北魏灭佛开始后的12年之后。彼时惠申已经依靠化缘修建了天台冥寺，并已经在那里居住了至少超过12年。虽然我们不知道惠申的出生日期，但是他出海时的年纪应该至少在30岁以上才算合理。惠申从美洲回到荆州时是499年，这时的惠申应该已经超过了70岁。一个70多岁的老人能否经得住近2万公里的海上颠簸，是一个极大的问号，这是其一。其二，惠申从东海出发，偶遇黑潮海流并到达美洲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想要从美洲返回，则必须要精准地找到更加靠南的北赤道暖流，这需要对太平洋洋流非常了解才可能实现。而且返程沿途几乎无法进行补给，简而言之，返回比去要难得多。至于说在美洲发现的诸多中国的印记，那是因为美洲印第安土著的祖先就极可能是更早的时候从华夏出发，横渡白令海峡去到了美洲。不过这就是另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故事了，我们以后再说。总而言之，从1752年德奇尼提出了这个大胆的设想，至今已经过去了近300年，期间的争论也持续了近200年，至今也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大脸怪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梁书的作者在原文中说扶桑国在西未闻也，说明姚思廉本人对这件事也存在怀疑态度。然后他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借惠申之口来表述的，再次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不确定性。这个故事的事发地是荆州，南北朝时的荆州正好是从印度济宾国经西域到凉州，南至巴蜀，东下江陵这条佛教交通干线上的佛教重镇。一个和尚东渡发现奇异国的故事，诞生于一个西域传播佛法的重镇，背后的玄机不免令人浮想联翩。此外，梁书中惠申的这段口述总体给人的感觉还是无法跳脱出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多少还有些西域文化的影子闪烁其间。真正的美洲玛雅文化体现的并不充分，但是美洲大陆上的华夏印记说明我们的先人一定曾经涉足过那里，所以惠申的口述内容可能或多或少是真实来自于美洲的见闻。如果惠申真的往返过美洲大陆，请注意我说的是如果，那么羽蛇神库库尔坎会不会是惠申在向玛雅人描绘华夏的龙时，玛雅人错误理解成了一种有翅膀可以在天上飞的蛇，所以创造出了羽蛇神呢？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